家好，这里是最新娱乐速递。最近内娱的热度有点意思，一边是新剧阵容刚官宣就被迅速评估潜力，另一边则是女演员仅凭一次公开亮相就刷出存在感。看似两条完全不同的新闻，其实背后却在讲同一件事，现在的内娱竞争早就不只是作品本身了。江山大同正式官宣阵容之后，最先被放大的不只是杨幂出演这件事，而是杨幂刘学义首次搭档这件事本身。这几年古装项目很多，观众其实早就看得很挑了，单靠流量名字堆在一起，已经很难真正激起持续兴趣。但江山大同这次不太一样。一方面，杨幂本身就自带话题体质，只要回到古装赛道，外界天然会把期待值往上抬。另一方面，刘学义这些年在古装领域一直有讨论度，市场对他的判断也很明确，外形、气质、适配度都不差，差的只是一个真正被大范围确认的机会。所以这次首搭一落地，外界很自然就开始提前评估这部剧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古装热议里的关键变量。更关键的是，这部剧现在吸引人的不只是演员名字，而是角色关系和题材底色。从目前放出的信息来看，杨幂饰演的庞贵妃并不是那种单薄的宫廷美人设定，这个角色明显带着命运起伏、情感压迫和身份拉扯，人物空间是有的。这样的角色一旦演出来，就很容易带起讨论。而刘学义这边，如果能接住角色张力，再把对手戏的火花撑起来，那么首搭就不只是新鲜感，而会直接变成市场层面的加分项。也正因为这样，江山大同现在最被反复提到的不只是热度，而是爆款潜力和作品重要性。因为它对杨幂来说是一次古装影响力能不能继续往上走的观察点，对刘学义来说则更像一次能不能把被看好变成被确认的机会。不过内娱从来不是只看一部剧就下判断，一部剧官宣能不能持续发酵，除了阵容、角色、CP 感，外界还会看演员能不能在作品之外继续维持存在感。也就是说，现在观众在意的早就不只是有没有戏，而是有没有持续被看见的能力。说到这里，话题其实就能自然转到另一个同样很典型的画面上。因为就在江山大同官宣引发讨论的时候，孟子义在景德镇的一次公开露面，恰好让人看到另一种完全不同但同样有效的热度路径。孟子义这次现身景德镇，怀抱瓷器，白西装搭配黄色半裙，整个人状态很轻很亮，也很容易让人一眼记住。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普通活动造型，但放在现在的娱乐传播语境里，它显然不只是穿得好看这么简单。因为当杨幂和刘学义靠新剧阵容吸引关注的时候，孟子义这边展示的其实是另一种抓住观众视线的方式，不是靠新剧官宣，也不是靠角色争议，而是靠状态、镜头表现和整体氛围，把自己的名字继续留在讨论场里。这一点看似轻，其实很现实。为什么这组画面会被快速贴上优雅又明媚这样的标签？原因并不复杂。白西装先把利落感立住了，黄色半裙又把整个人提亮，怀抱瓷器这个动作还顺势补上了几分文化气质。这种画面很适合传播，也很适合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评价。大家一边看图，一边就会很自然地下结论，状态在线，镜头感不错，女明星氛围感稳。而这些评价往深一点说，其实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的不是她这一身造型值几分，而是她有没有能力在没有作品空降的情况下，依然维持讨论度和存在感。这也正是孟子义这条线和江山大同那条线能够连起来的原因。表面看，一个是新剧官宣，一个是线下亮相，可本质上他们都在说明同一件事，现在的内娱演员、作品和曝光已经很难分开来看。杨幂和刘学义这边被讨论的是作品潜力、角色价值和合作重要性，孟子义这边被讨论的是状态管理、个人热度和持续曝光能力。路线不同，但底层逻辑其实一致。
谁能持续占住观众注意力，谁就更容易把短期热度变成长线优势。而这一点也恰恰会反过来影响大众对演员位置的判断。所以再回头看，江山大同这次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只是首次合作本身，真正让人想继续观察的是这部剧到底能不能把前期的高讨论顺利转成后续的高成绩。如果角色立住了， CP 感也成立了，剧情节奏再跟上，那它很可能不只是热一阵，而是真的会成为下一轮古装话题里的核心。可如果后续物料出来之后，同框没有火花，角色也没有撑起想象中的张力，那么现在的高评估也随时可能变成反向压力。这就是首搭最刺激的地方，它有新鲜感，也有风险感。但说到底，现在这个环境里，最怕的从来不是争议，而是没有波澜。而孟子义这边，虽然不是作品官宣级别的大新闻，却像是另一种更轻巧的加分。他这次不是靠强戏剧冲突引爆讨论，而是靠一个相对完整、舒服、稳定的公众形象，再次把好感度往上拖了一点。这种热度没有那么猛，却很耐用。尤其对女演员来说，状态越稳定，路人缘越容易慢慢积累。一旦这种印象形成，后面无论是时尚活动、品牌合作，还是新项目预热，都会轻松不少。所以把它放在江山大同之后来看，其实会更清楚一件事。内娱现在的竞争，从来都不是只有作品这一条路，而是谁既能靠作品打，又能靠状态稳。最后真正值得聊的，还是同一个问题。杨幂和刘学义这次首搭，到底能不能把市场对江山大同的高评估，真正变成成绩？孟子义这次在景德镇的优雅又明媚，又会不会成为他下一轮热度上升的一个提前信号？一边是新剧还没开播就已经被拿来评估潜力和重要性，另一边是没有新剧轰炸也能凭状态刷出存在感。这两种路径放在一起看，反而更能看清现在内娱最真实的竞争法则。不是谁瞬间更热，而是谁能把热度留住。那么问题也来了，更看好江山大同这次的爆款潜力，还是更认可孟子义这种稳稳维持个人讨论度的方式？评论区聊聊，看看谁最后能把这一波关注真正吃下来。说到底，现在的内娱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竞争，有人靠作品打开局面，有人靠状态维持热度，也有人试图两边同时发力。而真正能被记住的，往往不是一时的爆发，而是能不能把这份关注持续留下来。那么问题来了，你更看好江山大同这次的爆款潜力，还是更认可孟子义这种稳定维持个人热度的方式？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关注，我们下期再见。